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力。前阵子 Apple 一口气推出了8款新产品，每一款都很不错，都让我想要直接掏钱购买啊。但目前呢，唯一市面上有在台湾上市的，就是这一支 iPhone 17E 了。那其他产品就只能再忍一下，谁叫我们有万恶的 NCC 呢？那这支 iPhone 17E 身为最便宜 iPhone 的后继机种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最便宜呢？我想这个就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了。毕竟上一代 iPhone 16E 虽然便宜，但还是有最盘 iPhone 的称号啊。在我实际使用1周之后呢，说真的，我觉得苹果今年还是算蛮有诚意的该还给我们的 MagSafe 还给我们了，也给我们了实用的15瓦无线充电，还加量不加价，直接给到 256GB 起跳的储存空间，让 iPhone 17全系列都是平等的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最近 SSD 可是涨翻天啦，这一点真的是要给苹果一点鼓励。来，1、2、3。而且它连萤幕面板也升级到了最新的超磁晶盾2，那耐摔程度也拉到了同一个水准，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还算蛮有诚意的 ？But 总是会有一个 But，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21900这个价格可以有这样子的规格，虽然是有诚意的，但还是有几个重点你会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效能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 iPhone 17E 最有诚意的地方，就是它跟 iPhone 17一样，搭载的都是最新的 A19 晶片，而且都给了 8GB 的 RAM。这个代表你在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的时候呢 ，iPhone 17E 跟 iPhone 17的速度基本是一样的。那我实际用 Geekbench 6测试了一下 ，iPhone 17E 跟 iPhone 17相比，数据是差不多的，差距都是在误差的范围以内。这也代表你现在买的这支手机，在未来几年的日常操作跟 AI 的运算上面，不会有那一种上一个世代的感觉。但如果你以为 A19 真的完全没有缩水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Apple 的第一刀就是动在 GPU 上面，虽然都是叫 A19， 但 iPhone 17E 的 GPU 是被砍过一刀的4核心版本。那我们实际测试了 Geekbench 6 GPU 的分数，比起 iPhone 17的5核心版本弱了将近 15%那这个 15% 的落差，就是在你用 iPhone 17玩那些 3A 大作的时候，那 FPS 的流畅度就会输给 iPhone 17系列的其他机种一大截。不过很有趣的是，因为 iPhone 17E 的 GPU 被砍了一刀嘛，所以它跑起来反而比较凉快。那在我自己做的压力测试底下 ，17E 的背面最高温只有 42.7 度，比 iPhone 17整整低了4度有啊。那我想这个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，牺牲了顶尖的性能，就换来了一个不烫手的使用体验。那这一次 iPhone 17E 呢，终于补回了 MagSafe 磁吸功能，我个人是非常感动的，而且也支援了Qi 2的15瓦无线充电速度。虽然跟 iPhone 17的25瓦相比还是差了一个等级，但比去年16E 那个惨不忍睹的 7.5瓦，这个绝对是升级非常有感的，至少回到了可以用的等级了。那苹果除了在无线充电做了产品区隔以外，有线快充一样是有差别待遇的。虽然 iPhone 17的电池比 iPhone 17还要大上不少，我们自己实测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从 0% 我们充到 100%，iPhone 17总共吃进了 19.39 瓦时的电量，那 iPhone 17呢只有 17.96 瓦时，这个就可以证明 iPhone 17E 的物理电池的容量确实是大过 iPhone 17的那虽然 iPhone 17E 的电池容量比较大，但 Apple 却在充电的速度上面帮它装了限速器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，iPhone 17可以稳稳的压在 15V 的高压上，从 0% 开始充电的时候呢，峰值的功率有充到将近40瓦，这样可以让 iPhone 从黑画面快速进到启动的画面，而且在快充冲刺的期间，平均的功率也可以维持在28瓦左右，这个让它只要在20分钟就可以充到 50% 的电量。那20分钟 50% 呢，就是苹果目前对有线充电的快充标准。再来我们看看这一支 iPhone 17E， 它最高是被锁在 9V， 峰值的功率实测只有26瓦，那快充时的平均也大概是24瓦左右，但其实它快充的表现也不差大概在25分半左右就充到了 50%。那如果你看这两只手机从 0% 充到 100% 的总时间呢，其实也只差了12分钟左右。那因为到后面涓流充电阶段呢，大家都是会被降速的，时间自然就被拉长了。这个代表呢，快充的这5分钟的差距呢，纯粹就是苹果为了区分产品等级而已。讲完了效能跟充电，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你每天眼睛盯着最久的地方，也就是那一块萤幕。虽然它也是 OLED， 但更新率还是老样子，只有 60Hz。所以如果你平常用惯了 MacBook Pro 或是 iPad Pro， 那一换到 iPhone 17E 可能就会有一点不习惯，尤其是在快速滑动网页啊，或是在开关 App 的时候，那个残影感是非常明显的。都已经2026年了，卖超过了2万的手机，萤幕还在 60Hz，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连这一支最便宜的 iPhone 都给你 120Hz， 那 iPhone 17甚至是 iPhone Air 我看都是不用买了。所以 Tim Cook 是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好，除了 60Hz 以外，那个万年不变的刘海也是没有变过。虽然从 iPhone 13用到现在，我们早就该习惯了，只能说 Tim Cook 这个供应链大师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一块模组竟然可以一路用到2026年那除了更新率跟刘海，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，就是萤幕亮度。
iPhone 17的峰值亮度经过我们实测，可以冲破官方的数据3000尼特啊。那 iPhone 17E 呢，只有不到1200尼特，这个将近3倍的亮度差距，就是苹果在荧幕上面砍下的另外一刀。它让你的 OLED 虽然是 OLED， 但看起来就是没有人家漂亮。但我觉得这块荧幕最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缺点，就是它没有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功能。因为这个功能呢是跟 120Hz Promotion 绑在一起的，所以虽然 iPhone 17补回了 MagSafe 的磁吸功能，但因为它没有永远显示，现在你的手机吸上支架之后，荧幕没有几秒就会自动变黑。每一次我想要看一个时间，确认一下有没有通知，就要伸手去敲一下荧幕，真的非常麻烦啊。虽然会买这个最便宜 iPhone 的人可能不会在意这件事情，但我只能说，这个只要用过永远显示的待机模式，真的就是回不去了。好，聊完了萤幕，我们来看看相机。虽然苹果官网标榜这2台都是4800万像素的融合相机系统，但如果你以为这样就代表主镜头是一样的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它们其实是2颗完全不同等级的镜头哦。首先呢是感光元件等级的差别，真正决定画质好坏的就是感光元件的大小。那 iPhone 17E 的感光元件呢，比 iPhone 17小了大概30% 左右，这个物理上面的差距会直接决定照片的厚度跟质感。那我们先来看看实际拍摄的表现。我们从这组码头拍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，这2只手机的色温差异非常明显。iPhone 17的发色是偏红，看起来比较暖，那 iPhone 17E 则是偏绿，而且整体会有那种浊浊脏脏的感觉。我们放大来看，可以看到船身的阴影的细节处呢，就比 iPhone 17要模糊很多啊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张树根的照片 ，iPhone 17拍出来的树皮纹理跟叶片的边缘看起来比较清楚，那 iPhone 17拍的呢，暗部的细节就好像会有一种浊浊的感觉，好像蒙了一层灰一样啊。这就是因为 iPhone 17的感光元件比较大，进光量比较多，所以才会把这些细节处理得更清楚。那 iPhone 17的感光元件比较小，光线稍微不足的时候，细节就会糊掉，看起来就像蒙了一层灰，这个就是硬体上面的硬伤啊。这个差距呢，在2倍变焦的时候会被放得更大。大家可以看到样张里面的红色的钢构建筑，那 iPhone 17拍出来的线条非常清楚，但 iPhone 17E 的边缘呢，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数位的锯齿感，而且背景85大楼的窗户呢，也直接糊成一团了。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张85大楼的照片 ，iPhone 17拍出来的墙面质感还在，但 iPhone 17E 为了硬拉亮这个画面，细节已经被演算法涂得像油画一样了。那不只是日常拍照有差，就连 HDR 的表现也是差很多的。大家看这一张逆光拍夕阳的样张，那船身上的字样呢 ，iPhone 17拍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但 iPhone 17就有点模糊啦。那在雕刻身上的衣服 ，iPhone 17还可以看得出来是红色的帽 T， 那17E就是一团黑了。就连最下方的木头的栏杆 ，iPhone 17都可以拍出细节，但17E就是黑黑的一片。这个就是2只手机在动态范围处理能力上面很大的差异。那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 ，iPhone 17只有1颗镜头，它没有超广角，也没有微距，所以你在同一个位置拍照呢 ，iPhone 17可以拍出广阔感，这个就是 iPhone 17做不到的地方了。而且 iPhone 17这一个超广角镜头还有微距的功能，所以 iPhone 17可以拍出这种很近的特写。但17因为少了1颗镜头的支援，所以如果你要靠到那么近去拍的话，就会连对焦都对不到。不只是主镜头，连我们每天用最多的前镜头呢，苹果也没有打算帮 iPhone 17升级。大家都知道，去年9月推出的 iPhone 17用的是最新的1800万画素的超广角前镜头，它不只可以自拍的细节更好，重点是它还可以拍得更广。那 iPhone 17E 呢，就还停留在1200万画素的老规格。如果你需要跟一大群亲朋好友自拍合照的话 ，iPhone 17就可以很简单的让每个人都入镜。那 iPhone 17E 的话呢，你就只能请别人帮你拍照了。也因为前镜头没有升级，所以也不支援最实用的人物居中跟最新的双向同拍功能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前镜头不仅硬体没有升级，连带这些好用的功能也通通没有给你啊。最后，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差距以外，还有一个看不见但用起来真的会有点不爽的地方，就是苹果居然连超宽屏晶片都拔掉。这代表什么？大家都知道，现在 AirTag 都出到第2代了，重点就是那个精确寻找的功能嘛。结果你拿着2026年最新出的 iPhone 17E 想要找钥匙或是钱包的时候，手机萤幕竟然没有办法出现你的导向箭头，它完全没有办法带你走到东西的前面，你只能在那边傻傻的去按播放声音，然后用听的去猜方向。说真的，我觉得真的不太行啊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来算一下最真实的账。那目前 iPhone 17才刚推出，所以价格很硬，官方的定价就是21900。但去年推出的 iPhone 17呢，现在通路的市价已经往下调整了不少，比起当初定价的29900啊，现在大概27500就可以入手，所以这2只手机的价差大概就只有5600块左右。那我多花这5600块到底可以买到什么呢？第一就是萤幕，你从60Hz 的刘海升级到了120Hz 的动态岛，还有支援待机模式的衡亮萤幕。那第二就是效能。iPhone 17多了一颗 GPU 核心，打游戏的时候更有力，而且还有20分钟充50%的快充能力。
那第3就是相机，大1号的感光元件，那拍照更漂亮，再给你超广角跟微距镜头，还有自拍更强的前镜头，爽度翻倍。那第4呢，就是使用体验。除了有超宽屏晶片，可以支援最新的 AirTag 精确寻找功能以外呢 ，iPhone 17还支援了最新的 WiFi 7跟蓝牙6。那 iPhone 17呢，当然就还停留在旧时代的规格 WiFi 6跟蓝牙 5.3 了。那虽然这些东西呢，在平常使用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感觉，但如果你的手机一用就是要3-5年的话，那当然是越新越好嘛。那毕竟你也不希望过了2年，大家都换新规格了，结果你的手机连线速度还在那边慢半拍。这个就是多花5000多块选 iPhone 17可以买到的升级。所以如果你问我 iPhone 17值不值得买，我的答案很简单，如果你的预算真的很有限，就是想要一支最便宜的 iPhone 来记录生活，简单上网，开 Line， 而且你完全不在意那些所谓的萤幕流畅度或是快充的速度，那 iPhone 17E 呢，确实是一支门槛比较低的选择。以日常使用来说，它也确实是一支表现还不错的手机。但如果你可以负担得起这个5600块的价差，那听我的话，捏一下直接升到 iPhone 17，你绝对不会后悔。虽然以这一次的规格来说 ，iPhone 17还算是诚意十足，尤其是在 SSD 爆炸贵的现在，还免费升级到 256GB 的储存空间。但在 iPhone 17已经开始跌价的这个时间点来看呢，21900还是有点太贵了。所以我的结论跟去年一样，18900。比定价少3000块，这个才是最便宜 iPhone 应该有的价格，也是最有竞争力的价格。好啦，这就是这一支 iPhone 17的完整实测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观望的朋友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们点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那这里是 Apple Fans， 我是威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